大家好，我是13。那你也知道，我现在准备要改这台车嘛，但是在改装之前呢，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要先检查这台车的车况了。那我当时在买这台车的时候呢，当然有自己做检查。那自己检查的时候，大致上看来是没什么大问题。那我先讲讲我看到什么好了。在卖家那边的时候呢，我看到这台车，当然最严重的时候是说我椅子的问题嘛，椅子它割过了，所以坐起来其实不是很舒服。再来是检查是有点渗油，你可以看得到那边有痕迹，那没有很严重的leak，可是还是有，不知道是不是有脏东西卡住，那是可以直接清掉呢，或者是可能必须要换那个 fork seal。那再来呢，我看到它右边后面呢后摇背其实就有点小的擦伤嘛，漆有掉这样子，它并没有说好像是凹到或怎么样。那再来是排气管，它接中段的部分呢，它不是用一般，因为如果你买像是改管的话呢，中间那边是有一个好像是像卡榫，你可以去转紧的。它那边没有，它是这个 gasket。那我看它3月之后是有塞紧的，因为我目前自己摸是没有漏气的问题。那我仔细看它的齿盘啊，那还有链条啊什么的，因为它卖车的时候其实它都有清理得很干净，看起来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磨损。那再来是方向灯嘛，车主改 LED 方向灯，好像前面就有点松脱了啦，应该就是有可能小断掉，然后叫大家补齐这样子。好，这边刚好没有油了，等一下再去加油好了。那左边看来呢，挡杆部分呢，它有装个套子。那我相信很多人如果是穿一般的球鞋的话，骑车可能会喜欢装个套子，怕是磨损到自己的靴子啊。那再来呢，它车子里面呢，其实内部有点就是跑土路的痕迹啦。那这也我觉得很正常啦，毕竟是滑胎车、越野车，会去跑土路其实非常正常。那我拆开 air filter， 就是它空滤的时候，其实它连就是原本加州需要的那个环保法规的那种碳罐，它也都拔掉了，所以它应该空滤部分有做调整、有改装。那这些东西其实目前讲，我觉得都不影响骑乘了，因为我试骑的时候呢，我觉得动力都没有问题。我觉得大概就是悬吊部分都在做调整。那不过我自己讲呢，我觉得也不太准，所以我特别今天带来这家店里面，然后说是做完整的检查。顺便呢，如果有太大的问题的话呢，就直接给大家一起处理了。Okay, so the keys in it. Right. So then, when I bought this bike, I noticed that there's like minor leak in the front fork, and I don't know if it's just dirt trapped or it's just something the fork seal is blown off. Check. We could get like the yeah. And see if there's just some dirt. Right. And then if it still leaks, then it needs to. OK. 好啦，那我就跟他说前面有点小漏油嘛，看是不是脏东西，要帮我清掉。然后检查一下，那如果都没问题的话，我应该会去给它做悬吊调整，依照我的身体的身形。好，那我现在回来啦。他打电话给我，跟我说车子主要都没什么问题，就是那个前叉啦，前叉漏油现象。后来看那个不是只是脏东西啊，是真的漏油，那个seal油封已经有问题，所以要整个换掉。那今天过来顺便就做悬吊调整。Okay. I also want to do a suspension setup. On the same bike? Yeah, same bike. You can come off that. Sure. Yeah. More of a street setup, right? Yeah. Yeah. Last time I think I had it because I had a different WRT-TX before, and then when I came in here, I wanted to do like a track setup, and it was so hard on the street. Yeah. Yeah, so I think maybe like street setup would be better. Yeah. Maybe it's just like occasional track, but it's mostly street. Yeah. Well, so it's still going to be a little stiff. If that's we fine. Get it track oriented, so Right. it's stiff on the street. But on this bike, it might be a little more plush. Right. A little more plush all around. Okay. Bring the bike up to center. And I'm going to balance it for you, and then go ahead and pick up both feet. Was it diving a lot for you on brakes? It was. Yeah. It was, yeah. 好了，这是检查完啦，然后状况就我刚刚讲嘛，就是前叉部分，换了油，然后换了新的 fork seal， 让它做悬吊调整。好，等下骑上去应该感觉很不一样。哇，现在有点下雨，太阳应该要出来才对啊。我刚看天气说是好天气。好，我上次
WR 那时候做悬吊调整的时候也是来这边用的。然后那个时候骑车，我跟他说，因为我想跑赛道，所以做的是算是赛道调整。那它 rebound 跟 preload 部分其实就特别硬。但是这次其实我就说，因为主要是骑街上啦，通勤比较多，可能带去赛道可能少带个1-2次这样，不会很多。车子还是一样没有油。有前叉反应现在好太多了。那因为之前有前叉漏油，我也不知道漏多久了，所以加上之前那个人骑车调整是他女朋友，那时候故意要调 preload 调特别软。所以整体前面的那个感觉就会松垮垮的，但调整过后差很多。之前松垮垮的时候啊，其实刹车感觉特别的弱，刹车特别弱，感觉就是因为前面太软，然后你每次刹车的时候它会软下去，然后都还没到真正刹车感觉，就冲击就被那个避震吸收掉了。那越野车的话，这样当然是没问题，可是平常街上骑滑胎，就这样都不太行。哇，才1.3加仑，他也忘记了，它真的非常小。好了，虽然下雨天无法真的去测试悬吊，不过光坐上去，然后光上去骑的感觉，其实就差很多了。像我刚刚讲那个前叉跟前刹的感觉，就真的差很多了。好了，那刚刚全部检查完之后呢，就是前叉部分嘛，那个问题呢处理掉了 ，4 seal 都换了，那再来就是悬吊部分我也做好调整了，那我觉得 OK， 可以开始改车了。那悬吊调整呢，其实说也不能完全的 match 到我啦，因为它好像后面的 rebound 它调到底了，就还是没有跟到我的那个重量，但已经是这台车最接近我重量的方式了。好了，那这集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原本计划是开始改装这台车，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我现在心思呢都摆在另外一台车上。哪一台车呢？大家拭目以待。